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维鲁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兑现情况。维鲁斯的话，它这边的话，维鲁斯的话，因为这边我截图推荐的出装最终出装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推荐的。然后，但是它第一件是做一个小半件，做一个那个小锤子，小木锤。哇，队友，对面交2个闪现，就是为了杀这个永恩。4个闪现，对面也是够下本的。这样的话，大嘴前期对线，哎呦，好痛啊！你看这个露露都比这个大嘴 A 起来痛啊！不过其实前面小兵打的，吃小兵了。但是这里被大嘴意到了，这伤害，这血量不是很健康啊！用 Q 技能去 poke 对方，压低对方血量，吃个果子。对方没打算回，看能不能对方先升2了，这边抢2是不是抢不了了？2级，想找机会，还漏了一个兵，有点亏了。A 他先杀这个辅助，续上了，就是单于击杀的话就有攻速加成。这辅助这么交闪现，怕人跑了是吧？可以看到啊，他这边的话，第一件的话是做了小木锤，他这个只是为了前期过渡用的装备啊，然后后续的话是会把这个小木锤卖掉，然后换成其他装备。小木锤的话是有那个移速加成，所以这里的话，对方寡妇过来了，跑不掉。好，辅助也送人头。他以为梦魇会飞大是吧？还有个点啊，这版本的打野梦魇其实挺好玩的，就是射手现在版本就是难受的要死，只要你遇到不会玩的射手，你梦魇是很好限制对方。其实你们会发现现在这个版本啊，射手生存能力太差了，而且一个上单其实不好切死射手，还是需要去打野利用绕后啊，或者利用身位去找对面 C 位去做切入。那梦魇这英雄就非常好，只要有视野，他就是能飞，知道吧？哇，对面，这看到没有？上路现在哇，本来就难玩了，然后现在天天什么打野中单，甚至上单有带传送的都直接往下路飞。你说这下路，你说多难打？这里的话看到对面没蓝了，直接就上来给压力啊！不要犹豫，你如果说对方没蓝了，你还不敢给压力，那你就等于就是送对面回去。让对面回家补状态，等于就是你这波对线的所有优势啊，前功尽弃。梦魇还不飞大吗？哇天，这打野也是愣头青龙真的一个。梦魇一个，他其实进草一看就可以了，但他还是不飞，全是残血，他不飞。
然后第一件的话，真正的第一个大件的话是那个叫什么？借弓啊！这梦魇就只顾着刷自己的野。这一波寡妇在上半野区的，在中路漏了，但你还是有可能会绕回来上路，还是得小心一些。不过有闪现啊，就这么解大招的吗？这辅助很明显，你这个辅助是不会玩的。对面突然这么反常，说明寡妇有可能在附近。先打一波，梦魇终于飞大招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很轻松。梦魇抓人还是很舒服的。我挺就是觉得这版本的梦魇其实发育，只要你把野刷上了，就等大招去找节奏就可以了。很舒服。还好龙拿到了，反手就去找对面的那个，不过没大招啊，有大招的话可以直接跟伤害飞上去，一个 QA 利用这个被动伤害，哇，再一个 Q， 百步穿杨，哎呀，就是在 ADC 位置啊。ADC 这个位置是吧？难受，大家都难受的时候，总有一个维鲁斯站出来啊，是吧？说我觉得还行。其实这版本维鲁斯啊，然后叫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打那个，主要是只要能打百分比伤害的射手啊，其实都不差。这里的话拼伤害，你看这大嘴。最后，这维鲁斯还有最后一下是吧 ？A 出来，把最后一丝的爆发打出来，可惜最后交了个死亡闪，有点小亏。你看吧，大嘴这英雄啊，你们不要去玩，玩了就是坐牢。对面随便选一个梦魇这种英雄，你看0-4-5。他甚至就算他有经济啊，他有优势，他在团战中他打不出输出的。只要有人就是梦魇就盯着他飞大，你买个金身，然后发现团已经打完了，你买个金身，你用完结束，你发现我队友怎么少了2-3个？来喽，开个疾跑过来，老奎啊，还是太权威了。魁桑迪大概率还是要再削一刀，有可能要削他的，我认为削他什么呢？削他的那个吸血全能吸血，20%还是太权威了。靠开了以后，他前期就有20%的全能吸血。然后把这个羊刀给做出来。被拉到拉招，辅助没有大招的，上来，哇，左右开弓，对方技能空了，但是对面发条，前面失误了，但最后一下 Q 又命中了，可以，其实2换2啊，也是不亏的，还行。
除了射手是这里是稍微有点优势以外啊，其他路子全是劣势。打野那边的话，只是说打野不能说去看优势还是劣势，而是看他能不能碰到 C 位。这边有卢锡安在中路待着啊，对面的兵线肯定是过不来的。这下王冕破了，梦魇就直接飞大招，你看没有？他就是这么简单暴力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再把对面的射手给秒掉。哦，棒！这里求稳啊，回塔，因为在那边回的话，寡妇，主要是寡妇这英雄，你不进塔，你等着他来直接找你，肯定是包秒的。如果这中单跟上单开始送起来了，这边杀2个人，这2个人中上就要送2个是吧？抽象，找到机会把他王冕打了，打野是顺手拿到小龙，这边感觉2个人在跟4个人战斗。我感觉米利欧的大招永远就在那乱放的。这里大招命中，现在没抢到，对方有惩戒，嘿嘿。这位置啊，稍微往前一些就容易直接到人家伤害范围了啊！这边还有个寡妇。这里的话，他后面2件大概率是要做那种，针对对方寡妇的一个出装了，像做智慧默认，或者说做那个，他这里的话就选择做智慧默认，因为我看到他那里是一个攻速的攻和那个魔抗，那就是智慧默认的一个出装方式。然后就是最后一件，估计也会做那个自然之力啊，去针对对方的法术伤害，而且大嘴也是那种混伤，所以这种 AP 限制 AP 伤害，这局自然之力的收益就会很高。这个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诺手还他的 ID 叫做 Trovy， 就是真迹的那个中单，你知道吧？梦魇直接飞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新手如果想玩打野，梦魇真的就很适合，而且你玩得好的话，上大师、宗师都不是问题。你只要会切 C 位就够了。切对面的关键 C 位，你看他这局目标很明确，对面的寡妇就是关键的。对面大嘴手也很长啊，跟对方互相打那个 focus， 输出大嘴还是得等梦魇来切，才切得更好一些。玩射手，现在玩射手位啊，真的你要灵活的去看阵容去选射手。像如果你这一局你选了那个金克斯什么的，可能你已经没有兑现机会，甚至是说已经被对面的寡妇给抓爆了。甚至有可能是这么魁商提是吧？在团战中已经把你给带出去了，单杀了，你是没有启动的机会。你看人家寡妇的话就没有佛爷那个魔腾啊梦魇那么舒服的，直接就飞到你身上，给你来一波大招输出啊，贴脸。
这里的话也是走回到了这个高地，再回城，不敢在那种户外野外回城。在野外，就是说在线上或者没塔那种没视野、没睁眼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就是被寡妇直接逮住机会。这里不知道对方寡妇的位置，没关系了。对面中上哦，寡妇在附近的，没有睁眼。梦魇。哎，被梦魇抓到了位置，那这是等于就是运气好了。这里的话，两个一起打，对方在塔里面的，砸也砸不死，可以看到啊，它中间有点一卡一卡的，估计是网络波动吧。反正现在手游是这样子。它这里的话，其实最怕的就是寡妇伊芙琳做进场。哦，还好回城回得够快。差点就被留下来打一套了。被 Q3 拉回去，还好梦魇这边直接飞大招，对方补不上输出，这边回头来打输出。看到没有？要是没有辅助在，我跟你说，这神装的那个维鲁斯能被对方魁桑提给单杀，开玩笑。这边的话是做了自然之力的，所以其实对面寡妇秒不掉人。这边都已经突脸上来，给你上嘴脸。发现伤害都打不出来了。这种就很针对的，就是这种完全是针对性的一种出装方式啊。大招没命中大嘴啊，有点可惜啊。永恩啊，这样子放 E 技能，然后在旁边等着开个大招，然后就回去了。这操作惊呆人了，真的是惊为天人。哎，他发现伤害不顶用了，可以的，这种的很针对。但是这里的话啊，被打断秒掉了，所以还是得提防，不能说在外面随便回城。被抓死了，非常好。还好这局有个梦魇会玩的，如果说就一个维鲁斯啊，那真的很难赢。这边只要大招锁定对方的话，是吧？漏了视野，那就直接可以秒。所以梦魇还是看起来还是挺克对面的那个伊芙琳的。如果你觉得你打伊芙琳你不好打，那你就可以选择梦魇，是吧？作为反手。然后让你的射手啊做一件法抗装，避免被秒掉，立刻打反手。这里的话，诺手还这种强行过去吃伤害啊，吃到死。哦，没死，P 完立刻交闪现拉开了。这样的话可以拿远古龙了。
队友不打，选择先打远古龙。梦魇飞上去。寡妇也在附近，啊，还好，拿到双龙吧，这种就是求稳了。然后又有龙魂，那就3龙会了。这种能输的话，就真的就可以投降了。没什么蓝量了，应该是不想再拖了。哎，到脸上直接给大招 A 死，但没有蓝量啊。有蓝的话，其实对面魁唐提已经被留下来了。但平 A 也够用了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啦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